更强劲的经济增长促使美联储官员预测2024年利率将在更长时间内保持较高水平。点阵图中位数显示2024年将有2次降息，少于6月份预期的4次。另外 Alignable 的调查显示，高利率给小企业主带来的痛苦正在加剧，需要大幅降息才能令企业状况得到改善。美国经济的坚定看涨者已经动摇。最后我们观察到，根据 CBOE 的数据，标普500末日期权所对应的名义价值平均为5160亿美元，而投资者为这些期权所支付的费用也即权利金为5.2亿美元，也就是说大约每亿美元就可以撬动起1000美元的市值。末日期权引发了一些华尔街机构的担忧，认为可能会加剧更广泛的市场波动。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财经老师说，带您用宏观经济解读世界金融市场。如果您也有不动产买卖相关问题，以及股市投资经验的看法分享，都欢迎留言或私讯我们。另外，我会不定期在社群贴文分享近期不错的房产物件和值得注意的类股以及投资个股。如果您也喜欢这样的内容，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通知哦。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美联储官员投票决定将基准利率维持在22年来的高位，但表示他们准备今年再次加息以对抗通胀。根据美联储 FOMC 的经济预测，由于经济活动强于预期，大多数官员预计他们需要在明年将利率维持在当前水平附近。美联储于2022年3月开始将利率从接近于0的水平上调。在上次货币政策会议上，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至 5.25% 到 5.50%。今天的利率决定是美联储今年第2次选择不加息，6月份也暂停加息了。由于加息可能需要1年或更长时间才能减缓经济活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放慢加息步伐将使官员们有更多时间来了解经济对加息的反应。鲍威尔上个月表示，他不愿过早宣布美联储在通胀斗争中取得胜利。他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一场广受期待的演讲中表示，最近通胀放缓的进展只是建立通胀持续下降信心的开始，经济活动强于预期的迹象可能会使通胀的进一步进展面临风险。自7月货币政策会议以来，通胀显示出更多普遍下降的证据。华尔街预测人士估计，根据美联储首选的通胀指标，即所谓的核心通胀不包括波动性较大的食品和能源项目，在8月份连续第3个月温和上涨。预测人士预计，这可能会让8月核心通胀年率降至 3.8%， 低于美联储6月预测的 4.5%。美联储的平均通胀目标为 2%。 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已显示出有所放松的迹象。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寻找工作，上个月失业率从7月份的 3.5% 上升至 3.8%， 辞职的工人比例在7月份有所下降，并正在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辞职工人比例通常使员工去其他地方寻求更高工资时讨价还价能力的指标。他们担心结束加息后会在未来几个月发现自己做的还不够。如果金融市场得出通胀和利率已经趋于平缓的结论，结果却发现相反的情况，那可能会造成特别大的破坏。经济并未放缓的迹象推高了10年期美债的收益率，10年期美债收益率已升至 4.3% 以上，接近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高于美联储7月开会时的 3.9%。 这些由市场决定的利率会影响一系列借贷成本，包括最近触及22年来新高的抵押贷款利率。实际上，加息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工作，通过进一步减少对房屋和汽车等对利率敏感的购买需求，美联储加息的目的逐步得到实现。小企业网上社区平台 Alignable 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小企业业务改善之前，利率需要大幅下降。该公司于8月4日至9月18日对7396名随机抽取的小企业主展开了问卷调查，超过美国一半的小企业主都表示，过去18个月的加息行动侵蚀了企业利润率，减少了收入，扭转了增长势头。超过2/3的受访者表示，需要至少降息3个百分点后才能让企业活动再次反弹。造成业务下滑的原因之一是小企业管理局的浮动利率贷款。
该贷款根据美联储采取的加息措施而变化。美联储已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逾5个百分点，至 5.25% 到 5.5% 的22年高点。其他受访者则提到了劳动力问题、租金飙升、通胀以及不能以类似速度提价等所产生的累积影响。汽油价格上涨也产生了负面的经济影响。房地产行业和住房相关服务受借贷成本上升影响最大。小企业主表示，加息带来的痛苦正在加剧。约 53%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收入是疫情爆发前的一半或更少。据 Alignable 称，这比上个月报告的 50% 高出3个百分点。不过周一这位美股长期多头承认，今年夏天油价的快速上涨唤起了他对上世纪70年代滞胀时代的回忆。他警告说，如果国际油价突破每桶100美元，导致美国汽油价格稳步升至每加仑4美元以上，并且两者都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在这些水平以上，则可能会引发对工资价格螺旋式上升的担忧和更高的通胀预期。由于存在高通胀卷土重来的风险，以及近期其他几项事态发展，包括联邦预算赤字扩大、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罢工以及本月政府可能关闭，亚德尼现在认为，到2024年底，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几率为 25%， 高于他之前预测的 15%。几周前放弃经济衰退预测的美国银行也继续看好美国经济。美国银行首席财务官周三表示，由于消费者支出强劲，美国经济衰退的前景变得越来越暗淡。博斯威克表示，美国消费者仍在为商品和旅行消费、信用卡和借记卡支付有所增加。与此同时，消费者资产质量仍然非常强劲。他说，未来某个时候可能会出现经济衰退，但我们的经济学家现在确实放弃了这一预测。在人们对经济前景日益乐观之际，美国银行成为首家正式改变预测的大型华尔街银行。美联储的经济学家也不再预测经济衰退。伴随着去年交易所将指数期权的到期日扩大到每个交易日，美国末日期权风靡华尔街，成为当前期权市场上最受欢迎的交易。顾名思义，末日期权是在交易当天到期并失效的期权合约，这意味着期权的到期时间只剩下最多24个小时。投资者对这类期权进行快速的买入、卖出操作。由于到期时间极其有限，根据期权定价，这意味着这类期权的价格比到期日更长的期权更便宜。巨大的杠杆带来巨大的诱惑，令散户投资者蜂拥而至。投机是末日期权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期权交易中的买家实际上支付1美元来控制1000美元的股票市值，股价的变动决定了他们的回报，通常是以放大的方式。期权买家可能会损失所有投资，或是赚取非常可观的许多倍于本金的利润。不过，末日期权引发了一些华尔街机构的担忧，例如摩根大通认为这可能会加剧更广泛的市场波动。摩根大通首席市场策略师、联席主管 Marco Kalanovic 曾警告称，末日期权交易正在呈爆炸式增长，并可能造成与2018年初同一级别的市场灾难。这个相对不透明的金融角落是一颗潜伏在市场中的定时炸弹。也有不少业内人士持相反意见，认为末日期权实际涉及的资本规模远低于名义价值，令其引发市场波动的可能性较低。美银认为，投资者目前的末日期权交易对市场的威胁较小。鉴于短期期权被用于 CTA 等多种不同的策略中，如果一种投资风格动摇，对更广泛股市的冲击是可控的。瑞银集团波动性策略团队也认为，期权构成不稳定的潜在威胁。这一担忧被夸大了，原因是末日期权繁荣的背后是多边策略的激增。这些策略是系统交易，虽然涉及的名义价值巨大，但这些交易的风险有限，因为他们通常会卖出一种期权，然后再买入更加 OTM 的期权，在市场影响上很大程度上相互抵消。仅看名义价值就把问题太简单化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里。你也喜欢用宏观经济看全球投资的机会吗？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内容，记得帮我点赞以及订阅分享， YouTube 的大数据就会再推荐类似的影片给你哦。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了，拜拜。